嗨，欢迎来到简单生活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家中5样重复物品。你真的需要这么多吗？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验？打开某个抽屉，明明只是想找一支笔，却捞出一堆早已干掉的原子笔。又或是打开厨房柜子，赫然发现保鲜盒的盖子比盒子还多，盒子比你实际需要的还多上好几倍。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，往往不知不觉地占据了我们的空间、时间，甚至情绪。重复的物品代表着我们对不够的恐惧，也暴露了我们在生活管理上的盲点。这支影片，我们将一起盘点5种在家庭中最常见、最容易过度拥有的物品，透过实例分析与实用建议，帮助你重新认识够用就好的生活哲学。第1样，牙刷和牙刷旅行组。每次旅行回来，是不是都会带回1到2支饭店附赠的牙刷，或者超市做活动时，一买牙膏就送牙刷？你心里想，总会用到的嘛。于是，洗手台下的柜子默默堆了1袋新牙刷，有些甚至包装都开始泛黄，更别说出国旅游、机场免税品、便利商店加价购。牙刷的来源之广，数量之多，远超出我们1年所需。思考一下，你多久换一次牙刷？家中现在的备品是否已足够用3年？其实牙刷的材质有限，即使未使用，也会因为时间久远而变质、变硬，甚至发霉。与其囤住不用，不如做出选择，保留最多2到3支备用，其余送人、回收，甚至当作清洁工具使用，像是刷马桶边、清水槽缝隙、擦瓷砖的好帮手。简单生活小建议，牙刷的价值在于现在好用，而不是以后可能会用到。第2样，毛巾与浴巾。在浴室里，毛巾叠得像塔一样高，衣柜里那几条全新的浴巾一直没拆封，因为总觉得等旧的坏了再换。但真实情况是，旧毛巾一条又一条舍不得丢，新毛巾则一条又一条堆积，最后让整个家陷入毛巾过剩症。有些家庭会说，我们一家4口，1人3条还12条啊。没错，但如果你仔细盘点，可能还有多出来的10几条是从来没人碰过的。那么毛巾该怎么减量呢？1. 每人保留2到3条使用中的毛巾轮替即可。2. 旧毛巾可裁剪为清洁布，拖地或擦窗都很好用。3. 未来每买1条就淘汰1条，避免囤积。毛巾不是收藏品，它是生活日用品，越常清洗、更换，才越能维持卫生与舒适。第3样，原子笔与书写工具。你还记得上一次用完一支笔是什么时候吗？我们总习惯在文具店、便利商店、活动现场收到免费原子笔，心里想，反正会用到嘛。但几年过去，那些笔大多失去墨水、卡笔、断水，却仍被我们放在抽屉深处。曾有观察统计指出，一个家庭平均拥有20到50支原子笔，而真正能写得顺、愿意用的不到10%。更夸张的是，我们可能因为找不到笔而再去买新的笔，不是因为缺，而是因为杂乱。简单生活小建议，定期检查，试写所有的笔，只留下顺手好写的。每个空间保留1到2支笔已足够，其他集中收纳。笔记本、便利贴也一样，重复类型请优先用完，不要再买新的。重复的笔不会让你写得更好，反而是清爽有序的空间，
才能激发灵感与效率。第4样，购物袋与保冷袋。这类物品的成长速度几乎与我们去超市的频率成正比。我只是忘记带出门，再买一个而已。这个有保冷效果，下次去市场可以用。结果是，你家抽屉里的环保袋、保冷袋越来越像一间袋子专卖店。有些袋子尺寸不合用，有些设计不美观，有些材质早已破损，但你还是放着，因为舍不得丢。请记住，环保袋本身不等于环保，真正的环保是使用而不是收藏。简单生活小建议，保留最多3个常用袋子，一个日常购物，一个大型采买，一个保冷专用，其他捐赠或回收，或集中放在车上备用。袋子选择可折叠、可机洗的，使用感更好，清洁也方便。当你减少袋子的数量，也会更有意识地使用现有资源，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。第5样，保鲜盒与水瓶。这2样东西很容易从实用工具变成空间霸主。保鲜盒常常盖不对合，找不到盖，堆叠不稳。水瓶则是太多重复用途，每个看起来都好像还能用，结果就是一个柜子不够放，要开2个柜。但你有发现吗？日常生活中真正用到的也就那几个。小尺寸保鲜盒装水果或零食，中尺寸用来冰剩菜，一个保温瓶天天用，其他都落灰。简单生活小建议，保鲜盒建议同系列、同尺寸，方便堆叠。每人只留1到2个水瓶，一个外出使用，一个居家喝水。不再使用的保鲜盒可当收纳盒，用来整理文具、小物也很合适。少即是多，减少混乱的盒子与瓶子，你的厨房会重新变得干净有序。生活的空间是留给重要的事物。当我们说你真的需要这么多吗？这不是要你舍弃拥有，而是邀请你更有意识地选择拥有。重复是一种潜在的负担，而减少重复就是为生活创造流动与空间的起点。你可以保留你真正喜欢的笔，而不是20支无法书写的原子笔。你可以保留那条擦起来最舒服的毛巾，而不是30条毫无感情的布片。你可以保留2个实用的袋子，而不是一整柜让你烦躁的杂乱。当我们开始检视自己家中这些重复物品时，或许一开始会觉得只是整理空间，但当你真正动手，真正清点，心里会浮现更多关于拥有的问题。为什么我会买这么多？为什么我总是舍不得丢？这些东西真的带给我什么价值吗？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早就藏在生活的细节里。重复的物品不是错，它们只是反映出我们内心尚未被看见的需求，或许是对安全感的渴望，或许是对失控感的不安，又或者只是单纯的懒得面对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你选择开始精简，你做的不只是空间整理，更是一场面对自我、整理内在的历程。很多人误会极简生活就是什么都不要，其实极简的本质是选择，不是不买，而是只买需要的；不是不留，而是只留爱的。我们要的不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空屋，而是一个装满心意、装得下生活的家。你可以只留1支最顺手的笔，它会成为你每一次记录灵感的好工具。你可以只留3个用得顺的保鲜盒，它们会成为你下厨时的好帮手。你也可以只留2个你喜欢的购物袋，走进市场时带着一份从容与自信。当你把重复的东西清走，你会发现生活的空间变大了，不只是实体的空间，
更是心里的愉悦感。你可以更快找到想要的东西，更容易保持整洁，也更愿意为自己做一点什么。这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。当你选择留下对的物品，你也在选择过一种更轻盈、清爽的生活方式。这种日子不只让你更有效率，也更快乐。最后，我想邀请你再次看看家中那5样物品：牙刷、毛巾、笔、袋子、保鲜盒。这5样看似平凡的东西，其实是生活秩序的缩影。当这5样物品开始清爽了，你会发现其他空间也会跟着转变，你的心情也会有新的流动。简单生活并不是目的，而是一种每一天都更接近你想要的样子的生活态度。不需要一口气丢掉所有东西，也不需要苛责自己曾经买错、留错、囤错。你只需要从现在开始，诚实面对每一样物品，问自己一句话：我还需要这么多吗？当你能够轻松回答这个问题的那一刻，你已经比昨天的自己更接近简单生活的本质了。愿你从这支影片开始，拥有一个不再被杂物绑架的家，也拥有一种更清明、更从容的生活节奏。感谢你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